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主演4部电影票房破亿，谁还敢说她是票房毒药？4部电影步步破亿的成绩单，张艺谋、冯小刚为何独选赵丽颖？从光鲜大明星到聋哑母亲，再到向阳花中坐过牢的底层女性高月香，她用市井气与不服输的狠劲撕碎角色雷同标签，不是演角色，而是成为角色。赵丽颖以平实而炸裂的演技，让挣扎求生的女性群像在银幕上掷地有声。赵丽颖票房毒药，别闹了！赵丽颖的向阳花票房破亿了，好事儿，坏事儿，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她不扛票房，有人嫌她演啥都一个样。咱今儿个就来说到这事儿。4部电影步步破亿，这成绩单摆出来，搁哪个女演员身上不是倍儿有面儿的事儿？可偏偏就有人不买账，觉得1个亿的票房算个啥？大哥，现实题材的电影，尤其是女性视角的，受众本来就有限，能破亿就不错了，你还想咋地？更别说赵丽颖这4部电影加一块儿，那票房数字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人说张艺谋、冯小刚这些大导演咋就看上他了呢？这不正说明人家赵丽颖是有2把刷子的吗？大导演选角那眼光毒辣着呢，可不是随便抓个阿猫阿狗就能上的。人家看中的不仅是演技，还有票房号召力。角色重复，你确定你看懂了？再说说角色类型。有人说赵丽颖演来演去都一个样，不是大明星就是苦命母亲的嘞，咱就掰扯。大明星乔颜，光鲜亮丽，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聋哑母亲，手无缚鸡之力，却为了孩子拼尽全力。向阳花里的高月香，更是个坐过牢、没啥技能的底层女性，一身的狠劲儿，就为了活下去。这3个角色，你说他们一样，那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他演得不够松弛，拜托，这些角色哪个是能轻松得了的？聋哑母亲被侵犯，底层女性挣扎求生，大明星身不由己，这一个个的，搁谁身上能松弛得下来？赵丽颖的表演恰恰是抓住了这些角色的内核，把他们的无奈、挣扎和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要是真演得松弛了，那才叫出戏呢。还有人说，现实题材的电影不好演，很多演员演起来就像端着。这话没错，但赵丽颖不一样，她演戏是把自己当成角色，而不是演一个角色。你看她演的高月香，那股子市井气，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活脱脱就是一个从底层爬起来的女性。这可不是光演就能演出来的，得用心去感受，去体会。从傻白甜到实力派，路还长着呢。早些年，赵丽颖演了不少傻白甜的角色，也因此被一些人贴上了标签。可这几年，她一直在尝试突破，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从《知否》里的盛明兰到《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再到《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她演绎的角色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深度。这次的向阳花更是如此。高月香这个角色身上有很多缺点，甚至算不上一个好人，但她真实，她鲜活，她代表着无数在困境中挣扎的女性。赵丽颖的表演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刻意丑化，而是用一种平实而有力量的方式，将这个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这玩意儿，剧本、导演、演员缺一不可。一部好电影是所有主创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赵丽颖的演技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网络上的评论看看就好，别太当真。有些人就喜欢跟风黑，你跟他们较真，那才是浪费时间。路漫漫其修远兮。当然可以，以下是根据你提供的标题，赵丽颖主演4部电影票房破亿，谁还敢说她是票房毒药？延展出的约2000字中文长文，
深入探讨与总结赵丽颖的作品成绩及行业地位。在中国影视圈，一位演员要从流量蜕变为票房担当，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一部又一部成功作品的积累与市场的验证。而赵丽颖就是在质疑与争议中，一步一步以实力回应大众，逐渐完成了属于她的华丽转型。如今，她主演的4部电影陆续票房破亿，不仅为她个人的银幕成绩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彻底粉碎了过去某些人给她贴上的票房毒药标签。从电视剧时代走来的赵丽颖，一直以来都被贴上拼命三娘、小人物逆袭的标签。她不是一开始就拥有得天独厚资源的演员，而是通过无数配角龙套积累经验，最终凭借《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剧奠定了收视女王的地位。然而，电视剧的成功并不等于电影市场的买单。曾有一段时间，赵丽颖转战大银幕的表现并不如意，一些影评人甚至将她列为票房毒药，认为她在电影市场缺乏影响力，无法撑起一部院线片的票房重任。但事实证明，质疑只是过渡期的声音，真正的实力终会被市场看到。回顾近几年赵丽颖主演的4部电影，《乘风破浪》、《密战》中餐厅大电影《向阳》、《花》，无论是题材类型还是角色设定，都显示出她在电影道路上不断拓宽演技边界，积极尝试多样角色的野心与能力。尤其是《乘风破浪》这部与韩寒合作的影片，不仅票房亮眼，更让人看到了赵丽颖在文艺商业结合类型片中的张力。密战中的谍战形象展现了她在冷峻角色上的驾驭力。中餐厅大电影虽是轻喜风格，却也收获不少年轻观众的喜爱。而向阳、花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标志她转型成功的作品，不仅票房破亿，更在业内外引发热议，证明了她不仅能带动流量，还能扛得起口碑与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向阳、花是一部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赵丽颖饰演一位历经磨难的母亲角色，全片几乎无滤镜，素颜出镜。她顶着外界的争议，坚持出演这样一个毁形象的角色，这不仅需要勇气，更是一位演员真正的敬业精神体现。在拍摄过程中，她为了一个淋浴的镜头，坚持了12个小时，最后体力不支晕倒在片场，令人为之动容。而正是这份拼命三娘的精神，让她一次次征服了观众，也让票房与口碑最终选择站在了她这边。不可否认，赵丽颖的票房成绩并非偶然，她的勤奋、敬业、自我突破，是每一个成绩背后最真实的注脚。从票房毒药到票房女王，这不是一个标签的更换，而是一段充满质疑与自我超越的历程。她没有一夜爆红的幸运光环，有的只是脚踏实地的积累与努力。她也王一博登 Vogue 5月刊封面，大漂亮美出新高度，时尚感爆棚。这次封面意义可不同，这是王一博拿下 Vogue， 实现5大女刊大满贯的历史时刻，更是成为90后唯有的一位填补空缺、实现5大满贯的男人。不愧是时尚圈颤抖的男人，王一博5奢在手，这次与 Vogue 合作，依旧是 Chanel 推风，相加宠儿出手不凡，不容错过。很多人对于时尚圈的这种推风并不了解，要知道，时尚圈中 Vogue 封面人选很有自己的一个段位，需满足顶端级时尚表现力加主流奖项认可加商业价值3重标准。而王一博手握香奈儿、LOEWE 等5奢品牌至高代言头衔及金鸡奖提名，被认为完全符合该标准。关键是这是一次双赢的结果，是刘冲拿下 Vogue 主编后，携手王一博再度开辟时尚圈的一次合作，在时尚界再掀狂潮。王一博解锁 Vogue 5月刊，成就5大刊大满贯的时刻，更是时尚博帝以睥睨之姿开辟时尚新纪元。5月刊封面必成年度现象级爆款。王一博在时尚圈可谓是井喷式席卷，奢牌加持，全球开屏，封面推送，各大圈层联动，到哪里都是焦点，更是时尚圈抛来橄榄枝的存在。身材好，实力强，
人气旺，你想问的他都有，你想不到的他也有。不得不说，王一博给人满满的成就感，一度让人怀疑世界怎么会如此偏爱。玩攀冰成了冰川大使，玩摩托有新代言，玩赛车还是新代言，更玩成职业选手。哪怕被人各种说抠脚，可是人家拿下金鸡奖，赛车成为职业赛车手，更是拿下奖杯。唱歌可以拿奖，拍个代言广子都能拿下国际大奖，你说找谁说理去？别人跨界要了老命，王一博这里玩着什么技能通通拿下，各大圈层围着打转。在我眼里，娱乐圈显然成了王一博和别人不是一个段位，完全是断层式吊打的存在。王一博耕过瘦田，练武让他耐力足，仪态、身材条件自带气质，更是走了一条暗门。钟爱小众运动，带着街舞、滑板、摩托车成功出圈不说，更成就了自己。关键是他可以梦幻联动多个圈层，拿下 Z 世代的嗨点，独树一帜，脱颖而出，走在前沿的人具有开拓性。我是小肥妖，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5大女堪实现大满贯。王一博这一步路也走了好些年，从高奢到5大满贯，时尚圈与影视圈密不可分。王一博成为宠儿，毋庸置疑的是他真的有实力和魅力。这么水灵灵的大漂亮，夸不完，根本夸不完。刚刚释出的 Vogue 5月刊封面一经曝光，便迅速引爆全网讨论。王一博作为本期封面的主角，以他独有的气质与极强的时尚表现力，再次诠释了什么叫顶级时尚感。无论是造型上的突破，还是镜头前的表现力，他都展现出一种难以复制的个人魅力。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王一博与时尚之间的又一次深度交融。从镜头定格的那一刻起，我们便能感受到王一博在影像语言中的成长与蜕变。他不再只是单纯的好看，而是在每一次拍摄中都逐渐释放出更深层次的情绪表达与美学理解。本期 Vogue 的拍摄，整体风格在复古与前卫之间做出了巧妙平衡。极具张力的光影构图和剪裁流畅的高级诚意，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战役。在黑白与色彩之间切换，在朦胧与锐利中跳跃，他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微表情，都充满了故事感与时尚的冲击力。他所穿的那一套淡驼色风衣搭配高领毛衫，整个人沉稳而不失锋芒，在低饱和度的画面中更显质感。而另一组利落短发搭配金属质感西装的造型，又将他标志性的冷面少年感放大到了极致。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了所谓的流量男星只会摆拍的固有印象，而是用沉浸式的表现让人看到了真正具备国际时尚表达力的东方男星。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穿衣架，而是能够让一件普通单品焕发生命力的行走视觉。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王一博第一次登上 Vogue 这类一线时尚杂志的封面，但每一次他都能带来全新的惊喜。这不仅仅是造型团队与摄影师的功力，更来源于他本人对镜头语言的理解力、身体控制力和时尚表达的深度。他从未把拍摄当作任务，而是将其视为一次又一次的艺术表达机会。他对质感、光线、构图的敏感，甚至已经超过了许多专业模特的标准，这也难怪越来越多国际品牌愿意与他展开深度合作。如今的王一博不再只是大众认知中的帅哥偶像，而是真正意义上拥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艺人。他可以是电影中冷峻内敛的特工魏若来，也可以是封面上高冷迷人的时尚先生。他用作品征服了观众，用态度打动了时尚圈，用成绩证明了自己。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是话题与热度的双重保证，更是艺术性与商业价值的完美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时尚也是一种态度。它不仅仅是衣服、造型的堆叠，更是一个人内在气质的延伸。王一博的帅不是单一维度的脸好看，而是他性格中那种低调、坚毅、自律所赋予他的独特气场。时尚界最看重的是那种自我表达的能力，而这恰恰是他身上最突出的标签。
他既可以完全融入某种风格，又不会失去自我。哪怕身处镜头与闪光灯之中，他依旧保持冷静的目光与稳定的状态。这种稳重是年龄无法定义的成熟。对于粉丝而言，每一次王一博的封面释出，都是一场与偶像之间的视觉对话。他不是用喧嚣的流量去吸引注意，而是用一张张安静却有力的照片让人沉醉。他不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但他总能在关键时刻用沉甸甸的成绩告诉你，他始终在认真生活、认真工作，也始终在变得更好。这也正是他与粉丝之间最动人的连接，不是表面的互动，而是长久以来建立起的一种信任与默契。你不需要时刻知道他在哪儿、做什么，但你知道，等他一出手，就一定是令人惊艳的作品。这样的艺人，在如今娱乐圈中已然弥足珍贵。在如今这个快节奏、快消费的时代，有多少艺人选择了用话题制造热度，用噱头取代实力？但王一博始终坚持着作品说话、专业第一的信条。他不追求曝光的数量，而注重曝光的质量；不迎合市场的焦点，而是努力成为那个可以引领风向的人。这不仅是对自我审美的坚持，更是对粉丝、对行业的尊重。可以说， Vogue 5月刊的这一组封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了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在国际时尚舞台上的坚定步伐。他不喧哗，不张扬，却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时尚语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期待他下一次的破格登场。最后，想对每一位支持王一博的朋友说，你们的喜欢从来不是跟风，而是一种识货。你们欣赏他的帅气，但更珍惜他的努力。你们为他的光芒而欢呼，但更愿意陪他一起度过那些默默打磨的日子。你们的眼光正是他前行的力量，而他的坚持也终将成为你们骄傲的底气。未来还会有无数个5月，无数本杂志封面，但我们相信王一博带来的惊喜永远都不会止步于此。让我们继续期待，也继续同行。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